这样看起来是一个大山里面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大山里面的一个古寨。这个古寨至今仍然不通公路，在寨子里面只能靠三轮车或者电动摩托车这一类通行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古寨，这个古寨呢，现在大概住户是500户，它四周都是悬崖，不通公路的，但是环境非常漂亮。大家看一看，是不是像一个世外桃源？这里的话非常适合度假。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逐渐开发成旅游区了，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很多。它这里有很多奇奇特特的东西，在全国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。这个地方就是湖北利川的榆木寨，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古山寨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的榆木寨，这个景区非常独特啊，有很多东西。现在呢，我们去看一个非常独特的，就是榆木寨有很多古墓，就是很多清朝保存下来的古墓，非常豪华。而且这些古墓呢，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它的形制，还有一些说法是独一无二的。榆木寨的墓基本上都在路边，它这里的墓啊有2种形式，就是说榆木寨在几百年前有首富，还有掌权的，这2个姓氏的人墓修的都非常豪华。其中代表权力的，还有代表财富的墓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代表权力的，这个墓啊有个东西在全国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。大家看到这个墓有一个牌坊，这个是不是很多地方很难看得到？而且这个牌坊上面很多雕刻，这些雕刻也是非常精美的。最关键的上面有几个字皇恩，就代表说他这个墓啊是皇帝给他的规格。他这个墓叫相母墓，就是当时榆木寨首领相子的母亲的墓。听说相子的父亲的墓在这里面是最豪华的，但是呢现在已经被损毁了，只能看到相子还有他母亲的墓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雕刻，非常精美啊。这里有一副楹联，上面雕刻呢有嬉戏的，有唱戏的，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呢在生前喜欢听戏曲，所以在他墓前呢有很多这种展示雕刻。看看这个雕刻，有狮子，各种各样的，精美吧，很难看得到。最奇特的就是前面看到的这个建筑，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墓碑，大家见过这样的墓碑没有？第一次见吧。它这个墓碑就像一把权杖，这个在全国的墓中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一般都说墓碑是属于长方形的，但是它这个墓碑呢就像一把权杖插在地上一样的。现在专家来看了之后也无从解释，但是根据我们正常的认知，因为可能这把权杖就是代表权力，因为他儿子是榆木寨的首领嘛，那么他自然在榆木寨也是说一不二的。大家猜答案是不是这个样子的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确实非常奇特。刚刚我们看了相母的墓，因为相母是代表着权力嘛。那么现在去看一些其他的墓，其他的墓也非常豪华。现在我走的是一条小道上面，准备过去。现在大家不要看我身后这个路比较宽敞啊，其实整个榆木寨是不通汽车、货车的。你要进出的话，只能靠电动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这一类的，所以呢，交通还是有点不方便。因为毕竟它是四面是悬崖，就是说的是在一个大山上面。那现在去看的这个墓呢，比较独特，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。它榆木寨及其周边呢，有这样一种传统，就是它这个墓啊叫做生基墓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墓主人是生前已经把墓修好了，然后等着去世，那这个墓就叫生基墓。当然了，它这个墓不光是这一点说法，还有其他的。我们现在去看看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里是有很多房屋，那么这个就是榆木寨及其周边很多墓的第2种特殊之处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坟同屋以及人鬼同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打个比方说，我们看到眼前这是一栋房子，他就把墓啊修在房子里面堂屋那里。就打个比方说，中间是有个堂屋，然后它的墓碑呢就是堂屋的正壁，然后这个墙旁边就是他的墓，就是坟。这个是很独特的吧，在全国其他地方看不到。我们最多可能说他就把墓修在房子的周边，但是在房子里面的绝无仅有，可能就这个地方有。
它这里的木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双寿居。听到居，大家以为是房子吧？我们已经到了，上面这里是一个门，上面还有几个字叫自在堂，雕刻也很精美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是一个围墙围起来了。那这里有一个说法呢，它这个木呢也叫做碑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时它这个木啊，上面是有建筑的，等于是这些建筑看到的石雕全部是在碑屋里面的，就是堂屋里面，雕刻非常精美啊。双寿居，看到没有？整个这里的雕刻，就是这些画也好，人也好，动物也好，总共是有90多种形态，500个那个雕刻，就是各种各样的。那双寿居就是当年建的时候，整个这个墓顶部呢是一个房子，它这个是建在房子里面的，所以呢这个在当地称为碑屋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居，就是房子一样的。我们刚刚是从那里进来的那一个门，其实呢在刚建好的时候，这里属于堂屋，那两边等于是卧室或者厢房，所以呢这个门呢是通往厢房或者卧室的，这个是很独特吧，不一般。然后我们现在去里面看一下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墓碑，大家见过这样豪华的墓碑没有吧？它这里呢还写了一个松梅亭，那等于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亭子。那这个墓碑后面就是它的墓。那当年这个地方呢，上面全是有建筑的，覆盖住了，只是说现在经过时间这么悠久，全部被破坏了。我们刚刚看的墓上面有皇恩，那可能就跟皇帝有关御赐的，那这里是没有的。它是代表什么？它是代表于木寨的财力，他这个人呢属于于木寨的首富，属于夫妻合葬墓。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石雕非常精美的，仔细看一下，有表演的，你像下面这一排就是唱歌，打个比方说戏曲这一些，与众不同吧。所以说在全国是看不到的这样的墓的，就是说的人坟同屋。你也确实是嘛，你想一想，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墓让旁边人居住在旁边，那是不是就是在一个家里面，其实相当于就是跟家人居住在一起呢，非常豪华吧。你看这个墓碑，然后墙后面就是它的墓，所以说与众不同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很好玩的，就是这个按照说法，为什么会把墓建在那个家里面，就是说的把祭拜祖宗和祭拜神灵是放在一起的，是这种传统。并且呢，以前他们这里还有一个桌子，逢到节假日他们来祭拜祖宗的时候，就在这里摆上酒摆上菜，在这里吃，相当于聚会一样的，这个也很独特吧。大家应该没有见过这种墓葬吧？人坟同屋，人鬼同屋。其实在于木寨附近呢，也还有一个墓啊，那个是中国最后的碑屋，就是说它没有被破坏，墓碑还是在那个堂屋的正壁上面可以看到。前方继续走一下，那前方这个房子呢，应该是不是他们后人我不知道，因为如果是正常的话，一般也不敢在这里居住。那现在呢，可能是没有人居住的，都可能搬迁走了。哇，这里还放了很多苞米，这个门都锁住了。通过这里也能够体现当时这陈家人是非常富有的。作为于木寨的首富，墓能够修建的这么豪华，那么估计周边这一带的话，都是他的那个豪宅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估计猜想。现在我们看起来这里是破破烂烂的，杂草丛生，在当年估计就非常不一般了。最后再看一下这个于木寨独特的碑屋，就是人坟同屋。
上面雕刻，它这里雕刻就不一样了，没有龙，因为在其他的那个橡子木以及橡母木的话，上面是有龙的。皇帝赏赐的，它肯定是有龙在那里的。当然了，它这个也超出封建礼法的等级，这是因为它这里呢，可能说是独立王国，然后在那个时候有个改土归流嘛，所以呢，他们的权力相对来讲的话，就是自治一点，就是没有完全按照封建的来。